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华人厨房。这一集我会教大家做非常道地的台湾小吃挂包。挂包好不好吃的关键呢，其实就在于这个控肉做的好不好。我们最重要的一步呢，就是要准备一块上好的五花肉，然后把它洗干净，再用厨房纸呢把它的水分擦干。因为如果它有水分的话呢，等一下我们要煎的时候它就会爆油。如果它后面有骨头的话，要把它剔掉。尽量买这种一整块的五花肉，自己切呢就可以切出一定的厚度。我们要切的厚度呢，大概是这样子1公分左右的厚度，这样吃起来才会有感觉。每一块是这样子大小就可以了。把肉切好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起锅烧油了。我们起锅烧油后呢，在锅里先投入一些葱段，再放入一些姜片，然后把肉呢铺在锅里面，煎到两面焦黄。稍微放一点点油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放很多油的，因为猪肉呢它会出油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煎的那个整个过程没有拍进去。如果大家家里姜片多的话，葱段放不放其实也无所谓的，主要是要放姜片去腥，随时观察底部，不要煎焦了。要勤翻面，两面要煎成这种焦黄色。煎到这个程度呢，我们就可以撒入料酒。料酒的量大概是小半碗这个样子。跟着是3汤匙的酱油，半汤匙一点点的老抽上色。我家的酱油不是很咸啊，所以我再放1小勺盐。如果你们的酱油是味道比较重的话，那我建议你不要放盐了。现在还是火力保持在中火。跟着呢，我们需要1大把冰糖，冰糖的量呢要多一些，因为甜一点控肉才好吃。我们适当的翻炒一下。最后我们投入干香料，干香料这边呢，我今天准备了香叶、八角、陈皮、肉桂、白胡椒和草果。这个干香料方面呢比较随意，大家家里有什么就放什么就可以了，直接全部都投进去。但还是建议不要少于3种吧。我们这样一次性把调料都放完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倒开水了，记得一定要倒热水哦。我们一次性把热水加足，不用太多，淹没这个肉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开大火把水煮开。好，现在水烧开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加盖，让它炖煮至少1个半小时。利用炖肉的空档呢，我们来做挂包皮。准备中筋面粉200克，3克速发酵母，3克糖，促进酵母发酵，也给挂包皮增加一点甜味。然后我们倒入常温的牛奶或者温热的牛奶，用牛奶和面，这样呢做出来的挂包皮呢会非常的柔软好吃。我们可以先倒一点，然后搅拌一下，看看面粉的吸水度，如果不够的话再继续倒。大家记得一定要用常温的牛奶，因为冰牛奶的话会限制酵母粉的发酵，然后如果是很烫的牛奶的话呢，酵母菌呢又会被烫死，所以一定不要超过50度，用常温的或者是温热的牛奶，接近人体体温的是最佳的。好，这个面粉看上去还是蛮吸水的，那我们把它全部都倒进去。搅拌成这种雪花状呢，我们上手揉面。大家用这种按压的方式揉面会比较容易一些，就想办法把它捏成团。这
个挂包皮的做法呢，和我之前做肉包呢是差不多的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看一下那支视频。好，第一遍是揉不光的，我们把它揉成团就可以了。盖上保鲜膜，把它醒发15到20分钟，我们再来揉就能揉光了。10分钟后呢，我们打开保鲜膜，把它转到案板上，把面团揉光。这个过程呢，大概7、8分钟是要的。由于醒面呢，让面团里面的水分分布的很均匀，所以呢，现在揉起来就会比较容易。用手掌根来揉面，把身体的重力呢全都压在这个面团上面，然后折叠再揉。揉面还是一个蛮费劲的活，大家一定要有耐心。当然，如果你对你的挂包表面的光洁程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，其实你不需要揉这么久，揉个4、5分钟，时间减半也可以。你想自己做出来的挂包像外面买的一样这么光滑柔软，那你就要多揉。好，大家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掌力来，不要完美主义，揉到这样基本光滑的时候呢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盖上保鲜膜，让它继续松弛20分钟。松弛好后呢，我们直接就可以开始整形了。这个时候呢，面团应该是比较柔软的一个状态。我们把它先搓成长条。大家做多少挂包呢？要根据自己做多少控肉来。我今天大概是做了8块大的控肉吧，所以我这边面剂也会尽量把它切成8份。我们切完面剂后呢，先把它整整形。我们把它搓成这样的椭圆形，有点类似于鸡蛋的样子。先取出一个，把它压扁，稍微撒一点面粉，不要粘住就好了。我们拿擀面杖直接把它擀开。因为我这个面团刚刚松弛的比较久啊，所以现在蛮好擀的。如果你的面团不好擀的话，就是容易回缩的话，那你就再让这个小面剂再醒个5分钟，就会好擀了。这个比较瘦啊，我再把它擀宽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面剂的形状自己调整，反正最终是擀成一个椭圆形的样子就可以了。大致呢长大概17、8厘米，宽大概4、5厘米这个样子。这样可以把肉包进去，所以我会把它擀得宽一点，但也不要擀得太薄了，给它一点发酵的空间。擀完之后，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边，再擀下一个，也是先按扁，然后直接拿擀面杖擀开。好，现在我已经把挂包皮都擀好了，就是擀成这种椭圆形的，不是特别均匀也没有关系的。强调一下，这个挂包的皮呢，千万不要擀得太薄。酵母粉加进去的作用呢，就是要让它这个皮可以发的厚一点，好像包子皮一样，所以它一定不能擀得太薄，不然它就没有那个变厚的空间了。好，最后一步呢，我们现在就要在每一个挂包皮上稍微倒一点油，拿刷子刷一下，刷一半就可以了。你可以刷上面一半，也可以刷下面一半，无所谓了。擦完油后呢，我们把我们做的挂包对折，就这样翻上去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按得很紧，稍微按一下就 OK， 这样一个挂包就做好了。现在我们在蒸锅里放入剪裁好的烘焙纸，把我们做好的挂包一个个放上去。放烘焙纸的目的呢，是为了防粘。如果家里有蒸笼布的话，也可以用蒸笼布。放好后呢，我们盖上锅盖，室温醒发1个小时，再上锅蒸。冷水下锅，然后把水先烧开，水烧开后转中大火蒸7、8分钟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的挂包是没有馅的嘛，比较容易熟。不过蒸好之后呢，大家记得不要立刻开盖，我们要等蒸汽散尽才把盖子打开，大概2、3分钟的样子再开盖会比较好。这样做出来的挂包呢不会塌。挂包皮做好后呢，我们的肉其实就已经卤得很烂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的状态，它现在已经非常软烂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卤汁还有很多，我们呢就把这个火调大，让它收一点汁，但不用收得很干啊，稍微收一点就可以了。因为等一下我们这个汁还有别的用处。大家收汁的时候记得不要关上盖子，就让它这样开盖收汁，不然它这个蒸汽是散不出来的。
这样汁水还剩一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关火了。控肉呢现在还不能吃，还要把它浸在这个剩下的卤汁中，最好是浸1到2个小时以后再吃，这个肉呢就会变得更加的软烂入味。当然，如果你可以有耐心泡过夜的话，那明天会更好吃的。我们最后一步呢，就是盛出一点卤汁备用。这些卤汁呢，等一下我们炒酸菜的时候呢可以用到。准备一把酸菜，然后呢去头，把它切断。酸菜建议大家先洗一洗啊，因为比较咸。好，切好酸菜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炒了。在锅里放一点油，大概2汤匙这个样子。喜欢蒜味和辣椒的朋友，也可以加入1两瓣蒜或者1小根辣椒同炒。但是我家里人并不喜欢蒜味和辣椒，所以我就不加了。这个比较随意，完全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做调整。酸菜有点半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浇入刚刚盛出来的这一勺卤汁了。这勺汁是它的灵魂。我们再加入少许的开水，让它炖一下。最后我们再放入1把细砂糖，根据自己喜欢的甜味调整，喜欢甜一点的朋友可以多放一些。炒好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盛出来备用了。下面稍微有一点汁没关系啊，这样子可以防止酸菜太老。大家炒完酸菜后，如果发现酸菜还是有点大，拿把剪刀再把它剪细一点。好，剪到这样大概就可以了，太细也不好吃。现在我们来做第2样挂包非常重要的配菜，就是花生粉。我这边直接买的熟的花生仁，买回来之后其实可以直接吃的，但是我觉得烤一下呢，它水分蒸发一下，它的油分就会出来，然后吃起来会更加的香脆可口。190度上下火烤5分钟，千万不要烤焦了，烤完一定要把它冷却了才能磨粉。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加到料理机里面。因为我这个花生仁是带一些咸味的，它上面有一些细盐，所以呢我就不放盐了。如果你的花生仁完全是淡的话，那我建议你可以放1到2克盐提一下味道。下面很关键的一个调料呢就是糖粉，我们要在花生仁里面加入糖粉，一起打碎。糖粉的量根据自己的口味来，但是我们家里人都比较嗜甜，所以我放的比较多，我觉得多一点会很香。糖粉其实你也可以选择把花生打成粉之后再拌入糖粉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它的粗细度可能会不是那么均匀，所以我选择把它们一起打。这花生粉磨完后怎么形容呢？就是满屋飘香。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自己磨一下，其实特别简单。而且我不建议你们磨得太细，因为太细也没有口感，像这样子刚刚好。大家也可以先吃一下够不够甜，不够甜的话再放一点糖粉拌进去。再来切一把香菜备用。最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组装了。我们首先呢取一只我们刚刚蒸好的挂包，我们刚才不是涂了油吗？所以现在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打开，就像一个口袋一样。那我们先放入1勺花生粉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的主角控肉，接着我们再加入酸菜，挂包皮呢一定要做的大一点，不然可能会包不住。然后我们来1小把香菜，香菜呢，我建议大家不要放太多，稍微点缀一下就可以了，不然就会遮住这个控肉的美好。最后呢，喜欢花生粉的朋友呢，可以再在上面狠狠的加1勺花生粉。把它都覆盖住，这样一个非常丰盛好吃的挂包我们就包好了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华人厨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